嗨，伙伴们，我是麦克。2021年上半年，手机市场争奇斗艳，而当其他厂家都还在绞尽脑汁的努力提升着自家产品拍照能力的时候，索尼却已经直接把相机植入了手机功能，推出了一款满身黑科技的产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角 Xperia One Mark III。经过几天的试用，不管是在游戏方面还是影像方面，它都拥有一些独一无二的优势，让人印象深刻。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索尼大法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惊喜。在正式介绍这款黑科技产品之前，请大家先看一组关键词。拿在手中还是 Xperia One 系列一贯的味道，21:9修长的机身，无刘海无打孔，是一款完整的全面屏。同时这是目前世界首款 4K HDR OLED 120赫兹屏幕，所以你看，当其他厂家还在把 2K 屏作为卖点的时候，索尼这跨度为时不小。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Xperia One Mark III 的按键设置。机身左侧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卡槽，仍然是快拆式设计，换卡不用统一针，这似乎是索尼的执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设计真的很方便，很人性化。而机身右侧就略微有些复杂了，从左到右分别是音量键、点源指纹2合1按键，一个可自定义的快捷功能键以及一个快门键。机身底部麦克风以及 Type-C 接口。机身顶部，请允许我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极为先进的 3.5 毫米耳机接口。其实我一直都很难理解为什么前几年流行去除这个接口，但实际上它非常有用，无线耳机永远也比不上有线耳机的音质。那么外观部分咱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了，实际上第3代和第2代还是有些区别的，可惜由于生活确实拮据，我没有第2代，所以咱们拿第1代对比一下，好像确实不太明显，不过区别还是有的。左侧的 Xperia One Mark III 短了一些，也窄了一些。放一组数据对比，瞧，这个角度就对比的比较明显了。Xperia One Mark III 更窄一些，所以尺寸的略微缩短，让第3代的持握感更好了一些，也更加利于单手操作。了解完外观，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在游戏方面的具体表现。毕竟这可是一款搭载着骁龙888处理器的旗舰手机，再加上 4K 120赫兹的屏幕，绝对是玩游戏的顶级配置。和很多游戏手机一样， Xperia One Mark III 也拥有游戏模式及游戏增强器。不过话说回来，我感觉这块 4K HDR OLED 120赫兹屏幕就是最大的增强，简直就是个物理外挂。从上到下，上面是亮度调节，中间是一些快捷操作按键，比如截屏、连续截屏、录屏等。重点是下面这几个，为了更好的让大家了解，我先开启录屏。对了，这款手机最高支持 1080p 120帧的游戏视频录制。接下来咱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 RT 录制功能。开启这个功能以后，会把过去30秒内的内容进行预先录制，并保存在内存之中。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让我们因为开晚了录屏而遗憾的错过了一些精彩时刻。演示效果如下，比如我现在走到这台摩托车旁边，然后开启录屏。按照常规，视频的第一帧应该是从开启录屏的这一刻开始。现在结束录屏，回放一下视频。瞧，实际录制的视频起点是在我们点击录制的前30秒开始的。这个功能是不是非常有用呢？聪明的你肯定已经想出了把它用在何处。我们继续，另外一个很值得一说的功能是这个音频均衡器。通过它，我们可以自行调整每一种频率的音量，可以让某一种声音听起来更加突出，比如脚步声，或者某种枪械声音，比如调高低频的声音，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检测到是否有敌人接近；而调高高频声音，可以更准确的确定敌人的具体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声辨位。不过这最好和耳机搭配才能获得更加明显的效果，所以游戏中也确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更好的设备有时候也确实可以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当然，索尼这些破坏游戏平衡的技术显然并非只有听声辨位方面的强化。在游戏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有些幽暗的场景，很怕藏个人，下一秒就挂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呼叫 L2 提升器来帮忙了。我们直接提到2级看一下区别。瞧，暗影部分的亮度明显被提升加亮了。我们看一下提升前后的画面对比。L2 提升器又叫低伽马提升器，它通过增强画面中暗部场景的细节，让我们更容易的发现敌人。你说这算不算也是一个物理外挂呢？当然如前面所说，实际上这款手机最大的提升就是这块 4K 120赫兹高刷新率屏幕。在某些支持120赫兹刷新率的游戏中，这块屏幕的效果非常明显。120赫兹刷新率相对于60赫兹或者90赫兹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能够清晰呈现快速移动的物体，不仅操作更加流畅，也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发现敌人，歼灭敌人。同时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也使我们的操作变得更加灵敏和顺滑，而21:9的比例
能让我们在游戏中拥有更宽的视野，更好的掌握战场情况。哦，别忘记，这还是一块 4K 屏幕，那种玩游戏时的细腻感不可言喻。所以咱们吃盘鸡试试呗，先打开录屏，让我看一看跳哪里，就这里吧。这里的地形比我的灭屋更加复杂，更加容易上房揭瓦。哎呀，落地莫辛纳干，这简直是不给对手们活路呀！再加上这把 M416组成了曾经称霸战场的吃鸡全套，这盘鸡一定会轻轻松松。一个系统王牌快递，消灭它。远处一个伏地魔，但我看得清清楚楚。而这边也有人正在对我疯狂进攻，跳法不错，值得和他硬刚一场。距离新的安全区越来越近了，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个时候，超宽的视野发挥了优势，让我更加精准地把握到了战场第一球。有人躲到这个大树后面，哎呀，糟糕！刚才忘记打开隐藏通知功能了，所以他趁机对我发动远程袭杀。凭借专业步伐，我来到掩体后面，治疗完伤势，我轻抬手中莫辛纳干，只一枪，他化作成烟。北方危机解除，我顺利绕行到安全区内，看着前方的空投枪落点，瞬间判断出了最终的决赛圈位置。按照经验，西侧最为安全，也是能否吃鸡的关键所在。瞧，这位伏地魔对身后毫无防备。现在就只剩下2名对手了，这盘鸡已经毫无悬念，哎，又成了1v1的美好时刻。发现他了，他需要跑毒啊，所以我提前来到圈内，我猜他可能会从这个角落和我对狙。在这里，舒舒服服的吃了一盘鸡，咱们再来看一下 Xperia One Mark III 的影像能力。毕竟这才是这款手机黑科技最多的部分。话不多说，咱们移步户外。Xperia One Mark III 除了这块 4K 120赫兹的屏幕，相对于前一代，升级最大的就是它的影像部分。从上至下，一个16毫米镜头，一个24毫米镜头，一个大的有些过分的镜头，因为这里面同时包含了70毫米和105毫米2个焦段，共同组成了3摄4焦段影像系统，所以也让 Xperia One Mark III 成为了世界上首款在潜望式可变长焦镜头中搭载了双霹雳传感器的智能手机。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款手机没有普通相机功能，它直接采用了摄影大师 APP 的基础模式，所以在拍摄功能方面更加的多样化。同时，由于这款手机还单独配备了一个实体快门键，所以在实际的拍摄体验中，它和一部相机相比，也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操作区别。因为据说这套拍摄系统本身就来源于索尼微单的技术，和微单一样，它也可以进行各项拍摄模式的调节，比如基本、自动、程序自动、快门速度优先、手动模式等，可以适应各类拍摄需求。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套3摄4焦段影像系统，这是16毫米焦段，这是24毫米焦段，这是70毫米焦段，这是105毫米焦段，同时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焦段之一。有了这部手机，除非必要，出门真的不需要再带一部相机了。另外 Xperia One Mark III 的连拍性能非常强悍，连拍速度最高达每秒20张，所以哪怕是高速运动中的物体，我们也总能拍到合适的照片。以这架无人机为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连拍效果。看到右侧快速变动的数字了吗？这么一会儿功夫，已经拍摄了快100张照片，而哪怕它如何移动，对焦系统仍然在精准追踪并发挥着作用。那么这是咱们接下来要演示的部分。Xperia One Mark III 源自 Alpha 9系列微单相机近乎逆天的实时追踪功能，同时也是这款手机新增加的黑科技之一。通过演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目标如何移动，这套系统都可以精准的跟踪并锁定目标，非常适合拍摄运动中的人或者物体。谁能想到某一天，一台手机的拍摄功能也能变得这么强大？接下来咱们再来演示一下眼部对焦功能。当检测到人脸时，它会迅速的对焦至眼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在运动过程中，焦点也会持续的锁定目标，让你想拍一张模糊的人像照片，也似乎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了，经过测试，哪怕你戴了眼镜，对焦系统也不会失效，它仍然能迅速的锁定眼部，这就有点太强了呀。哦，对了，还有一个功能很值得一说，就是它的慢镜头。这部手机支持120帧的慢镜头拍摄，可以让你制作一些非常有创意的视频，比如像我这样捕捉一下炮口激光的发射瞬间。当然，如果你想拍一点更有特色的东西，可以直接打开电影大师 APP，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内置风格来完成创作，过一把导演的瘾。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它进行最高 4K HDR 120帧的慢动作拍摄，这里就不多做演示了。所以你看，你的下一部手机何必是一台手机，它也可能是一部相机。
总之 ，Xperia One Mark III 就是这么一台全身挂满了黑科技的手机，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并且提供了一些就连竞争对手都在当前不太可能做到的硬件或者功能。当然，就个人而言，并不简单的把它当做手机看待，因为它的影像能力实在是太过于彪悍了。所以我更愿意称之为是一台微单手机，因为它本质上就和一台相机没啥区别，只不过人家索尼好心的赠送了通话功能而已。